Hello， 大家好，今天是6月2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英伟达买入上涨，果然是回调低点，这次可以继续冲击新高吗？扩位终于启动，短线飙升13%，中期布局后，下次加仓怎么买入呢？美股继续推高上涨，但上期视频所讲的移动止盈要继续的改变，同时有些个股已经提前指数走弱，这些个股要注意风险。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332期的视频。那么阿哲呢还是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第一部分还是有关于指数的一个分析，阿哲会继续的跟大家去说一下目前的移动止盈应该放到哪个地方，如果指数出现什么动作，容易导致再次的回调，而这次的回调如果发生，那么它的支撑又应该是在哪里？而后我们会看到15分钟的变盘时间。这个是关于日内我们要去关注的一个点。如果您平时有时间盘中看盘，也可以关注15分钟的变盘时间，可能会产生一些机会，或者说更及时的卖出的机会，或者说更及时的日内的风险提醒。那么第二和第三部分我们才来到个股解析，那么还是会讲到特斯拉、英伟达、比特币、科威、谷歌、微软、MSTR、Circle、礼来、AMD、英特尔、APP、SOXL、Meta、RKLB、台积电、皮尔提亚、美光、亚马逊、AOI、LIT、SOFI 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当然，如果您是首次观看阿哲视频的同学，那么有一些温馨提醒，我们要提前告知，因为视频当中的内容会偏多，所以时长一般也会偏长一些。当然，阿哲也知道，不是每一部分内容您都需要去完整观看，所以也把时间轴都标记好了，大家点击下方的时间轴就可以跳转对应的内容，希望这个可以帮助到您。而后我们说一下这个颜色块，绿色块是保持目前阿哲依旧后续看涨，并且觉得有操作机会的个股。灰色块不代表没有机会，而是方向不太明确，或者说已经是之前看涨，比如说像特斯拉，或者说像礼来，之前有绿色块看涨，但目前可能持股待涨，或者说有所变化，那么也会转为灰色块。红色块是当下风险比较明显的一些个股，阿哲会标记一个红色块。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颜色块的一个简单讲解。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一部分，是关于日线移动止盈的变化。那目前我们所看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在图表当中有一些阿哲所平时关注的价格技术指标的一个信号，这个信号是我们本次做移动止盈的关键点。在这个指标当中，它叫做山海趋势图。在这个山海趋势图模板里面有一个叫做金顶的 K 线的信号。它是阿哲一旦发现它出现，就会提醒大家要小心要注意的，不管是个股当中还是指数环境当中，每次我们都会去提醒。而它的表现，市场如果出现上涨，并且进入到黄色 K 线的时候，像这些地方都是我们要去注意的。它产生时意味着你的个股或者说指数环境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风险区间，它的风险如果一旦释放，将容易产生反向的行为。那么一般这种反向行为的出现识别，我们会在黄 K 产生而后消失变成正常的 K 线颜色之后去提醒。如果黄 K 维持，那么说明风险有，但是还没有释放。黄 K 一消失，风险释放，那它的力度如何呢？我们会把黄 K 的低点作为移动止盈的关键。当收盘跌破黄 K 低点时，则意味这个地方是风险确认，并且这种风险应该去有所规避。当然，这个跌破的幅度越深，那么它的效果越好。好，那像之前这里市场出现了黄色 K 线，但是它的风险一直维持，并没有释放，直到这个黄 K 开始成为最后一根。那后续价格走势不有效跌破它的低点，那我们认为它的风险有，但其实它的力度一般，所以当时这一波调整连这个飘带的支撑都没有碰到。而现在我们依旧来到了相同的环境，这里又是一个黄色 K 线，黄色 K 线产生了，那它是否会释放风险呢？我们要看一下黄 K 什么时候消失，目前还没有消失，也就是说风险虽有，但还没有释放，目前还在酝酿当中。当市场出现了黄 K 的消失，而后跌破黄 K 低点，那么这里将会有一个反向行为的产生，而这波行为一般会以飘带为一个目标，就类似于前期的这一波调整，最后以飘带作为最后的目标，止跌启动。那么这一波上涨，我们当时也是以这个飘带作为支撑来去识别的。那这里如果也释放风险，那第一目标自然也是这个飘带。所以首先我们先设置好价格是否会黄 K 消失，在消失之前，我们可以把每一天黄 K 的低点往上抬高。正常我们应该是用最高的那一个黄 K 的低点作为防守。
如果收盘价跌破黄 K 低点，并且伴随 K 线颜色变为正常的阴线，那么这个时候就要预防一波调整要发生了。所以这是我们的移动止盈最新的一个规划。另外一点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价格回调的目标位。首先第一个，如果黄 K 消失跌破，那么当前的飘带上沿是26456.22，这个价格刚好也在前方的缺口附近。之前我们讲缺口的时候也讲过，缺口它具有支撑的效果，向上跳空缺口有对于多头的支撑效果。那么市场只要回补这个缺口，而后在支撑附近止跌，那么将会产生下次的一个回调买点机会，但现在还没有产生这种回调，所以到时候我们会再继续跟踪。以上也是我们在上周周六的时候讲到的一个日线的移动止盈。当然有一些个股其实也产生了黄色 K 线，我们后续在讲个股时，如果发现了，也会提醒大家，那些个股具有一些风险的提示，如果跌破了，就说明它已经产生风险。如果您手中持有的个股并不全在阿哲的列表当中，甚至可能没有，这一点你不用担心，您可以把您所关注的个股发在评论区，阿哲如果看到了，也会及时帮他去看一下是否有黄 K， 以及它是否跌破，出现这种短期的风险信号。但如果您手中持有个股太多的话，那么阿哲也比较建议您，如果是新同学，也可以点击订阅阿哲频道，视频底下有一个订阅按钮，在点击订阅之后，阿哲是对于订阅粉丝同学有一些粉丝的福利，比如说我们的上海趋势图，只要您订阅频道去联系阿哲的助教，就可以去安装去进行使用，您就可以把您手中个股全看一遍。有黄 K 的就要相对注意一下，要设置好移动止盈了。那怎么去联系阿哲的助教呢？那比如说现在在视频的右上角有一个弹窗的小卡片，您点击卡片就可以找到阿哲助教了。那么跟他说一下，您需要安装上海趋势图，他就会告诉您怎么去安装。大家所安装的版本一般是手机版的。在手机上，您就可以看到所有您所持仓个股它的一个具体的趋势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二部分，是15分钟的变盘时间。那么对于15分钟的变盘时间点，它也是我们对于新订阅粉丝同学的一个福利。每天盘前阿哲其实也会写一些技术分析的盘前广播，里面涉及到个股，也涉及到一些指数的分析。其中指数分析有一个板块是日内的变盘时间分析。比如说最近的6月1号的盘前，也就是说昨天开盘之前阿哲所发的这一个盘前广播里面写的变盘点是9点45分，还有1点钟。我们来看到昨天这两个时间点所对应的 K 线是哪里？首先9点15分就是美股开盘第一根15分钟 K 线。那么这根 K 线是一个下跌时产生的一个低点，所以当时这里的这个低点变盘也是昨天全天最低的低点啊，那根 K 线就是9点15分开盘出现啊。一般产生这个变盘点的时候，如果是下跌时出现，正常来讲是低点变盘的概率会大很多；上涨时出现高点变盘概率会大很多。这里面我们需要有一个 K 线上更深纬度的去判定，比如说出现一个下跌时的变盘点，它很大概率是低点变盘。但我们也还是会希望它能够出现一些买入信号，我们再去考虑它的一个有效性。那么这个买入信号一般来讲最好是有一个反包的阳线，亦或者是一些看涨的 K 线形态，比如说当时9点15分它就是一个低开高走的一个窗透 K 线，出现这种低点变盘配合价格的有效止跌，那么更容易产生低点的机会。而有时候你会发现像这个1点钟的时候，它既不是高点也不是低点，但是它是上涨时出现，我们就预防它成为高点。这个时候我可以把这个1点的 K 线的低点做一个防守，如果跌破了，那么这里就有可能是一个高点变盘，并且要小心它后续的回调风险。而不跌破，那么这里可能只是一个停顿，后续依旧有更高的高点。我们看到今天的变盘点，今天的第一个变盘点是在10点的时候，也就是说今天到10点前后，你要注意，如果是下跌时产生，那附近容易是低点，而后伴随强力的止跌阳线，将有做多的日内机会。反之，上涨时出现10点的地方就要小心是高点了。如果伴随有反包阴线产生，那个地方容易是高点的风险。每天会有多个变盘时间窗口，阿哲目前是给到大家第一个，后续的时间窗口阿哲在计算完之后，会在今天的盘前写在盘前广播当中发给各位订阅粉丝同学去进行收看。所以如果您是今天刚订阅阿哲的同学，记得找到助教可以领取这些福利。这里阿哲再郑重，我们再完整的详细的说一遍。如果您是今天才看到阿哲视频而后点击订阅的同学，那么您是可以领取到4重粉丝见面礼，前面2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上海趋势图以及盘前广播，这2个大家应该有所了解。
后续的技术分析的教学以及美股期权的一个实战课程，这个是属于内部的直播课，每周会有全新的内容。一般技术分析的课程会在周2到周5早上10点我们内部举行，而像美股的期权实战课会在香港时间周2到周5的下午5点钟，这2个时间都是香港时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去进行调整学习的一个情况。当然，每一个内部直播课在当周也都会有回放课程进行提供，所以大家在视频的右上角弹窗小卡片找到注要之后，您都可以去报名参与这2部分的课程，以及我们上方的指标的安装，以及盘前广播的一个领取。同时，我们也看到本周的一个课表。关于技术分析方面，我们本周主题叫做顺势交易，掌控方向，这是本周讲到的周2到周5的早上10点的课表。大家可以根据这个课表，也可以去报名、去参加、去安排时间去学习。不只是右上角弹窗小卡片，您只要订阅阿哲之后，在底下评论区有一个置顶评论，在那里阿哲也放了朱耀老师的联系方式，这2种方式都可以找到朱耀之后去领取这4重福利。接下来我们来到个股的解析。个股方面，我们的第一支标的是特斯拉。首先我们看到特斯拉的一个技术图表，特斯拉最近的走势偏向于震荡，也跟我们之前所讲的特斯拉在拉升走势之前容易产生的相对的宽幅震荡洗盘有所相同，所以这个地方它出现拉升的概率，我们之前讲过可能性会偏低一点，相对宽幅洗盘的概率会更大一些，所以目前这里它出现相对有走弱的现象，也算是预期之内，只是不是一个我们最想要发生的一种情况。这里如果能直接拉升肯定更好。好，那当下呢就是一个价格回踩了左边的一个支撑位之后，无法去新高。我们说趋势的结构如果能够保持低点抬高，高点抬高，那肯定是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趋势波段。而当下是在第2个波段走的时候，第1个波段走的时候是比较简单快速，这种就是力度比较强劲的多头。而第2次回调之后，它目前在做一个2次回踩，那这个地方要预防的是它往下破这个低点，如果破它这个结构就是复杂性的调整，前面这一波上涨，这里有可能就是一个第2波的回调，这一波回调可能就不是小级别的，相对于之前这波反弹相对应的级别的，所以要预防这种情况。所以在这个下跌时，你要把之前的利润短波段来讲是要有所开始止盈的。虽然这一波利润不是很多，跟之前这里没法比，但是也要预防它破这个低点，所以要预防它走出更长时间的调整，所以这里往下调的时候要有所减仓。而后如果它不破这个低点，那可能它走的是一个震荡复杂的一个调整，那这里它的2次回踩应该不会去有效补这个缺口。像之前我们说的，这个缺口如果不补，是吧？它无法用阴线回补，那就是很好，就说明很强势，还有机会走什么？走一个强的趋势波段去新高，甚至走加速。但它这里没有办法，影线回补之后，在本周一又出现实体阴线的下跌，所以就说明这个空方还是比较强的。对于这里的判定，它如果要走的是震荡宽幅的洗盘，那么上方的缺口补完之后下跌，那么下方它这个缺口将形成一个支撑。只要这个缺口被不回补或者说回补之后能够有相对应的反弹，就说明多空之间还是处于一个均衡的，至少还没有到要发生中期调整的一个可能。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缺口的支撑作为一个关注点，回补之后最好能够见到低点而产生反弹。我们来看到上海趋势图表，在上海趋势图当中，我们要关注一个龙门线。如果您手中安装了这一个上海趋势图了，阿哲不太建议大家只看这个黄 K 和蓝 K。黄 K 就说明是一个风险信号，一旦出现这个黄色 K 线的破位，就要小心它可能要调飘带了。出现黄色 K 线消失了，伴随有一些破位的 K 线，就要小心它会调飘带了。这是一个比较简单有效的判定。而如果是蓝色 K 线，它一般来讲是反过来，下跌时蓝 K 就说明它是一个机会，有反包 K 线一般就说明它要往飘带去反弹。亦或者如果是紫色飘带上，我们找一个紫色飘带的蓝色 K 线，比如说像这里，紫色飘带上的蓝色 K 线就是一个顺势的交易点位，那么它容易是一些回调的低点，所以一般来讲，黄 K 蓝 K 直接去看直接去用，短线上也没什么问题，但我们最好还是能够对趋势有一定的判断。那么当前的特斯拉怎么去看它的趋势？它如果是这个飘带为紫色的，就说明它的中短期趋势还是一个看涨的。而后再看到这个白色线是中长线的趋势，中长线趋势只要也是向上的，那它也说明它目前还是保持中长线的上涨。那么当前的特斯拉就是中短线、中长线其实都保持一个看涨的序列，那这里就有机会走出类似于之前这种地方是吧的一个波段。但我们也讲过它的一个规律，就是
当市场出现特斯拉一波回调的时候，它要再起一个大行情波段，它一般会在龙门线附近出现什么无效的破位，或者说相对的宽幅的洗盘。而当下就是一个中期回调之后，在龙门线可能发生这种洗盘的一个动作。那这种洗盘我们是比较希望它不要超过一个幅度，这个幅度对于龙门线不要有效跌破。像之前这里它是产生过一次跌破，这个跌破为什么我们当时说它并没有效，而后它还有机会产生低点？它跌破的第一天后再多一天，如果是无效跌破，那么一般在2天之内会有衰竭的动作，会有止跌 K 线产生。当时跌破的第一根之后，第2天就出现长下影线，而后产生反弹，这里就是无效的跌破。那目前又来了一个阴线往下破了这一根龙门线，那这里就是跌破的第1天，而后只要第2天有止跌 K 线，或者说第2天的低点不要再破，那么后续有反包阳依旧可以作为低吸买点。我们是希望它洗盘的力度不要超过这个幅度，那这样整体来讲就还是健康的，还是中长线没什么问题的。像之前这种地方价格一波下跌是吧，跌破的第1根，跌破的第2根其实就止跌了，这种其实整体还好。像这一个第一次往下破的低点，它只要不是下跌反弹再往下破，这种整体还是一个震荡，是一个洗盘当中。我们来看到之前这里价格它只要往下跌，它不去跌破这个龙门线，跌破的第1次第2次，那么这个地方就不跌了，后续在这里面的震荡它其实都是什么，之前这个高点，之前这个低点内部的一个洗盘而已。好，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下，那当下首先我们关键的一个点，它其实还是之前这个低点，这个低点和左侧的高点，就在这之中的一个横盘震荡，我们说它是一个正常的区间，所以这个高点和这个低点这个区间内的洗盘，我们是认为可行的，它可以允许的，不影响后续上涨的。但如果它往下破了这个点，那就有点太深了，那这里的龙门线可能就有效跌破了，就不太好。最好今天破位第2根就能够止跌，所以这是对于特斯拉的一个看法。也是我们之前一直以来的观点，目前依旧在跟踪，当下观点依旧没有变。它在这个高点和这个低点之中的震荡洗盘，我们说它是允许的，也算是相对于中长期来看健康的。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英伟达，英伟达当下有2次启动良好的一个状况，之前第1次的回调是在这一次是吧？当时这个回调是回踩之前内部的高点，价格再次新高之后，这一次的回调它是回踩了之前左侧的高点。我们基本上画的高点区间再次的回踩，再次出现反包阳线，再次出现启动的迹象。如果趋势是一个良好的运行，那么回调低点后它应该产生新高，新高之后它的回调不应该打破左边的低点，再次启动的点位应该再次维持新高，说明它还在一个什么波段的上涨当中。这一个调整和这一个调整都属于同级别的调整，那它就还处于一个上涨的趋势当中，它的调整就没有超过这个级别。所以目前这一波下跌后，它回踩后的启动点，如果这里不是要产生一波中期以上的回调，那么它这里应该维持的是价格还能够去新高，只要保持回调之后依旧新高，回调依旧新高，而且回调最好都是单波简单的这种回调，那么它整体趋势就依旧是一波单边的上涨行情。所以这里我们保持买入之后看新高的一个走势，而预防的就是在新高的过程当中，如果像特斯拉那样子走弱，那就要小心了。它如果往下破，那么就说明它是一个复杂调整。复杂调整一般伴随的就不是跟之前那样短线单边，而容易走出相对于左侧这波上涨的一个调整，那个时候它的级别时间就会更大一点。不过目前来看，这个启动力度还可以，所以这里我们依旧看左高。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上海趋势图，那现在所看的就是上海趋势图的一个图表。英伟达图中的一个蓝色 K 线和黄色 K 线表现其实一直都蛮不错的，所以如果您是有关注英伟达的，阿哲是特别建议大家是把上海趋势图安装之后可以持续去跟踪。最近的行情表现当中，除了这个地方的黄 K 没有命中高点之外，其他时候出现黄 K 如果出现破位，一般来讲容易出现调整，包括像这个高点黄 K 消失往下破，黄 K 消失往下破，一般都是高点附近。而蓝 K 产生之后，它往往会有一个低点的机会，蓝 K 消失，蓝 K 反包，往往会有低点的一个机会。像最近就更加的顺势了。刚刚我们所讲的就是紫色飘带是上涨趋势，上涨趋势回调有蓝色 K 线，说明它的一个低点信号发生于
回调当中，这种情况下就容易是一个波段的回调低点。只要它是一个短波段回调的范围之内，一般蓝 K 就可以把握得到这个低点。所以当时这里我们是有买入过一次成功的突破，这一次又再次是回调，所以蓝 K 出现，蓝 K 反包。我们在周六的视频当中也讲过，这里是一个左侧买点，而像这一根阳线就是右侧确认信号，跟之前这一根可以相当，可以去类似的去看。所以同时出现了左右侧信号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蓝 K 低点作为防守。它这一个地方我们的风险就是，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的风险就是这一根蓝色 K 线，而价格往上看，那么我们的利润就是至少到左高附近看压力，或者说突破左高再看一波顺势到黄 K 的行情。如果目前您还没有安装上海趋势图，都可以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去点击安装，找到助教安装手机版本的上海趋势图。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标的是比特币，比特币的行情目前依旧保持一个底背离，而后以太坊是已经完成了2次的九转，那么比特币是第2次九转还在形成当中。市场出现九转，它容易出现反弹，这是我们今天讲的，在加密货币当中，其实这个信号还是不错的。所以每次出现九转的时候，如果是上涨九转，小心它的短线下跌；上涨九转，小心短线下跌。当然，这个九转如果伴随背离就会更好。所以上涨九转容易有反向，特别是2个以太坊、比特币都出现，那么这个会更加明确。好像这一波下跌，其实它也有一个反向，当然力度比较弱，因为空方太强，所以它的九转只是一个反弹。所以当出现九转的时候，我们如果想要不只做反弹，你想要做日线的行情，可能这个时候等待一个反包阳线会更加好一些。所以当时这个九转的地方，它只是2根小十日星，而后以太坊更是伴随着后续还是一个顶分型。它力度就会较弱一点，那当下就再次出现了九转信号，而后比特币也即将形成。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把握一个日线级别的超跌反弹，亦或者是比特币的回调买点，比较建议的是等待止跌。这个止跌如果能够有反包阳线，会更加明确，特别是九转之后反包九转的 K 线，那么会更好。所以当前是超跌左侧的机会区，但右侧最好等待一个明确的止跌阳，而后去做加密货币这一次的底部可能出现的一个区域的行情。当然我们还是那个观点，如果这里能够再跌那么一下，把左边这个低点跌破，形成一个更大级别的背离会更好。目前还没有出现，不过背离是有的，只是它的背离是内部的，不是这个大级别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第3部分，第3部分当中也会有比较多的个股标的。第一只个股是扣位，目前我们所看的是扣位的一个图表。扣位其实我们主要是以一个相对大的级别，至少是周线以上来看它的一个结构。从周线来看，它就是一个由黄色飘带转为紫色飘带，它是走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2次回踩再创新高的一个动作。虽然这一个行为目前是没有击破周线的高点的，所以它的这个反转结构主要是在日线上，但是它的一个飘带已经从周线转为了紫色飘带。所以我们可以跟一波价格走势往上推动的目标，就是周线可能会去破这个高点，所以目标位可以看得高一点。但在日内操作，当然这是周线的一个空间，周线看关键空间和压力，而在日线找买点。日线上出现了一个上涨后回调踩这个紫色飘带，所以我们刚讲过，如果日线级别出现的话，就说明它是一个上升趋势的回调买点。周线其实也类似，它是一个上涨后回调长下影线反包阳线，是吧？周线意味着支撑有效止跌，然后日线一样的寻求交易信号，所以在日线的龙门线附近出现的这种回踩2次回踩，我们是不是说这些是左侧的一个买点？那当下突破了这个日线的黄色飘带，而且是带有一个缺口，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因为是缺口突破，而且伴随大阳线突破，所以这里后续左侧它将会形成一个支撑，而飘带本来是黄飘的压力，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支撑。那么在上方不管是震荡还是上涨都行，后续只要转为紫色飘带，那么就类似于我们可以寻找2次回踩飘带的买入机会。当然它会不会像之前这种蓝 K 那么标准不一定，但是如果有肯定更好。所以我们可以等待飘带转为紫色之后，而后回调的一个买点。而现在左侧过后，我们要注意它是一个黄 K， 黄 K 像这里的黄 K， 这里的黄 K， 它是不是都容易是一个风险堆积的一个地方？特别黄 K 之后如果是消失的，那就要小心它的2次回踩。所以一般黄 K 之后，除非你不建议你是追涨，这个我们在上周六的时候也讲过，这个黄 K 它在低位，所以不代表风险，但是否在这种地方去买入，你就要知道你的做法就属于日线的追涨行为。如果你不建议你的追涨，它的一个成本整体的风险其实是可以考虑，
那么当下我们就可以以此作为一个支撑。那后续不管是转为紫色带回调买，还是这一次直接黄 K 回调，那么只要在这些地方出现止跌启动信号，那都可以作为加仓点，因为它的飘带提前转变性质，只是颜色没有变，但是性质已经变了，它已经不具备压力，转为支撑直接看，并且这个地方其实也是我们刚刚所说周线上附近，周线这里的支撑是 102.317， 所以 102.317 其实就是在这个影线附近的一个区间，所以股价如果回调，它其实也同样可以作为二次的机会。而黄 K 我们正常也是把它低点做一个防守位，如果跌破黄 K， 正常最好还是左侧能够做一些止盈，右侧再找二次回踩的一个买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一只股票是谷歌，谷歌是属于一个价格回调蓝 K， 但是没有产生特别强势的这种止跌阳线，它没能够走出这个飘带，止跌刚超跌了，虽然也涨了，但是它只是一个回调买点，就是止跌的力度不够。对于蓝 K 的仿包，它只是一个上下影线较长的 K 线，所以这种情况下只是一个反弹后下跌。它跟我们刚刚所讲的，不管是科威还是英伟达、特斯拉等的一些回调止跌的一个情况有所不同，它止跌力度相对弱一点，而且它的价格不算低，偏高在高位出现了一个上涨回踩。一个长上影线，所以它类似于出现了一个内部的顶部反转结构，目前是破位的，所以价格走势当下是破了内部结构的一个颈线位，至少是小级别的一个调整。这里可以看一波相对于之前这波上涨相对应周期的一个回调，这种回调正常会导致飘带变成黄色，所以它的回调不是简单的飘带可以顶得住的。而当下它是跌破飘带的第二根，所以这里呢会不会继续往下跌，还是这里会形成震荡寻找二次的止跌，那么就要关注这2号 K 线的低点。我们刚刚说龙门线的破位，如果2根之内能够止跌，那么就说明它破位还有机会反抽，看一下力度。而这里紫色飘带也是一样的，破位2根之后，如果这个地方它是10日 K， 所以算是一个止跌的征兆，但是我们要确定买点必须要有明确的反包阳线，所以买点如果在这里有反包阳线，并且不跌破这个低点，这里就可以作为一个可承受风险，而后往上去看再次的新高。当然在此之前要关注这个飘带不能产生压力，如果是反抽有压力再次往下破，那么不只是这个买点要止损，同时要继续往下看回调的空间。所以这是谷歌。我们再往下看到微软属于中期布局之后另外一个相对比较不错的一个标的，是吧？我们之前讲过，很长时间周线上是回踩到龙门线，而当下是在龙门线出现了二次的回踩，周线上它是先跌破，然后快速的站回，所以是一个对于龙门线无效的跌破。周线上出现跌破的1根，跌破的2根，而后止跌。就同样的技术，在日线、在日内、在周线都可以这么去看，但是不同的图表，它影响的级别肯定是不一样的。是吧？周线跌破2根止跌，而后出现强势上涨，再回踩龙门线，所以这一波我们是日线级别是很久之前1-2个月前就有讲过，所以它走了日线的底部结构，二次反抽回踩，目前启动。那这一波走到这里，其实对于一个反弹来讲已经是很充足的一个空间了，因为龙门线如果是向下的中期下跌，那么它也很难说一直跌，所以在长时间下跌之后，它也容易出现一个相对应的反弹，所以一波下跌锁定一波反弹，一波下跌一波反弹，一波下跌一波反弹，这些都是同级别的一个反弹。而当下就是超过了之前的短期反弹，它是对应之前这波下跌所产生的反弹。一般这种反弹它的目标就是龙门线，龙门线肯定不是说刚刚好碰到就直接去高点，一般也会有误差，所以我们的误差正常就看2根 K 线，也是2根，日线级别突破了1根，突破2根，所以周线是一个低位的可能，日线已经走了一段行情，所以要关注日线这里可能还伴随有再次的中期的回调，所以这里我们就要关注，这是2号 K 线刚好是黄 K 低点设防守，跌破要对于短波段有所止盈，再寻找再次的布局机会。当然如果你是做中长线的，之前阿芝讲过，你做短波段，那么你就可以一波一波的做。如果是做中长线的，其实很多时候这个止盈点你也可以看作是略微减仓之后再寻找加仓的一个机会，就不用减太多。因为中长期你直接看周线的空间，我们依旧可以认为它还是属于偏低的位置。龙门线如果这里撑得住，那是不是黄色飘带要转为紫色飘带？那转为紫色飘带之后，如果它后续回踩是周线的紫飘带，
加龙门线的低位，那是不是往上推？它其实这里还是一个回踩的低位，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如果你想象不出来，也可以这么看。当时这里也是不是价格跌破一根两根就止跌，跌破一根两根就止跌，它有时候底部会复杂一点，但是如果飘带转了，它的龙门线也比较靠近，那是不是一波颜色转变，二次回踩？它也会给到一些其他的一个机会，所以底部行情一般来讲，它可能会有多次的一个回踩，但是至少这一次回踩是没有问题的。那下一次是不是也可以看一下周线级别的一个跟踪？所以日线来到这个地方有一些回调的风险，但是中长线来讲，其实还是一个低位。而我们看到它的龙门线日线是447.760，如果是一个强势的启动行情，它最好后续调，不要太过于有效的跌破龙门线会更好。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MSTR。MSTR 它其实也算是一个中期反弹，但它中期反弹就是弹到了龙门线之后就黄 K 而破位了，所以很精准的碰到龙门线，而后就直接再次的下跌。那这一波下跌它会不会延续之前的趋势？如果延续之前趋势中长线下跌，那是不是它就要走一个再次破底的行为？这种就是中长线下跌的趋势惯性去看，那它会不会走出这种类似我们说微软那么好看的一种反转？可以看到周线上其实有所不同。像 MSTR 的周线，它其实是一个对于龙门线的有效破位，它不是像微软那样站在龙门线之上。它跌破了一根两根之后，虽然也有反抽有反包，但是没有站稳，又破了。所以这个地方龙门线周线上是形成了一个压力，所以龙门线周线有压力，日线有压力。那这个地方是又打周线龙门线，又打日线龙门线，所以这里往下落，它虽然可以转为飘带，但飘带这个地方比较窄，它的多方在周线上还不是很有优势，所以最好是什么？它能够在龙门线上站稳，而不是突破两根就是高点，这样它还是在一个盘整周期，无法看清楚它是一个周线的下跌中继还是要反转。这里最好是龙门线要有一个有效的站上，再往后去推，它是一个低位，否则这里如果是龙门线压力的话，那它往下破的概率是不是更大？所以这个两个个股感觉日线看着差不多，但其实它在周线上有那么一点区别，只是感觉上差不多而已。好，这波回调它也比较强一点，它破了左低，趋势结构就坏了。之前这里上涨回调，上涨这一波回调，就类似于这个级别和这个级别是一样的，所以它又是一个相对中期的下跌，那这种中期下跌之后，我们要关注的是它后续的上涨能不能过飘带，能过飘带就说明它还有一个上升的结构，所以这个低点和这个低点最好是抬高的，不要延续下跌。而假如这一波蓝 K 之后的反弹，它无法去站到飘带之上，那么就说明这个破位之后，它只是一个反抽，往下就将升调。虽然说它只要不破这个低点，那整个结构其实还有希望，但是升调太多次，它后面再走多，它也容易偏震荡，所以最好是在中短波中，它做多只能先看反弹，而后它也不是比较好的标的，因为它补了下缺口之后，跌的力度有点大。左边的这个缺口补完之后，虽然也有反弹，但一旦这里收阴跌破不能撑住，就说明空方强而多方弱，那么也一样是二次升幅回踩，看下个缺口的可能性会更大。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只股票是Circle目前转为了黄色飘带，所以这里就有点担忧，价格这一次回踩龙门线之后反弹，虽然是一个强力止跌，这是一个好的，但我们这里最好能够过飘带，所以这里买入之后是没有必要再去加仓了，加仓点最好是后续伴随站回飘带去寻找买点，所以这里是中期的一个埋伏点，就类似于扣位龙门线的回踩止跌。它在周线上其实和扣位也是类似的，也是周线上的一波向上的上冲，破了飘带，股价回踩这一个紫色飘带，那么反复的回踩，所以这里如果按趋势来看，依旧是看至少要过左高，所以目前空间上在周线也是安全的，只是没有扣位的那一个周线的反包。如果周线这里能够本周过上周的高点止跌反包，那么这里会更好，就类似于下跌是吧？它的反包意味着止跌有效，回踩飘带反包说明周线上支撑有效，止跌有效，那么日线将会更有力度，更有空间。现在是上周出现了止跌，而后有日线买点，但是周线上其实还在徘徊震荡，最好本周能够维持突破上周高点，那么本周如果能够二次回踩之后启动，那么会更漂亮，而后最好是把这个压力给过去。黄带的压力它的上沿是在 113.101， 这里最好能够突破。龙门线的支撑看到日线上是 97.741， 我们再看到下一只个股是礼来其实已经满足一些至少波段上可以短波止盈的一个条件，至少它是出现了一个反包的阴线，
价格走势，如果你按分型也行，但是你必须要成本是比较低的。比如说像之前这波黄 K 回落之后回踩龙门线止跌，你在这附近去建的成本，你可以用这个分型去跟。成本如果比较高，你最好就是仿包阴之后，你就可以相对减仓离场。成本较低的，你就可以再放宽一点。比如说我用分型结构，像这里是一个顶分型，而这个分型是一个弱顶分，所以我们可以用左一的地方设防守，因为左一作为弱顶分，它一般会有一个支撑性。价格走势如果是一个顺势波段，那么它的回调、它的洗盘，一般左一的地方将会产生一个支撑，所以这里也一样可以作为支撑。毕竟它的黄 K 是没有出现的，所以如果它是洗盘的话，正常不会破它。成本较低的同学可以在短波段中用分型去跟，如果成本较高是中途才买入的，那么这里其实可以提前锁定一部分的利润，因为它也产生了一个冲高回落，价格引线过左高，而后回落力度相对大一点，这里其实是可以作为止盈减仓一部分的。而下方的飘带支撑是在1045.579啊，有一定的距离，如果真往下调，这附近再出现加仓点，我们可以再去做短波段的2次伏击也是可以的。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AMD 也是一个黄色 K 线了，但是它的黄 K 还没有跌破。像上一次出现黄 K 是在这个地方产生的，价格走势没破低点，而后只是震荡了2天就再启动了。那么现在会不会也是如此？当下也没有破，我们选择黄 K 就选择最高的那个低点，所以这个地方作为防守。如果跌破，首先看第一个支撑是一个龙门线，当然因为它之前踩过一次龙门线，所以启动新高之后，如果短期再踩就会弱一点，容易走震荡。那么这一波就算短波段了，短波段低位仿包之后过高点，那么这个利润你可以左侧黄 K 之后消失，可以去卖一部分，也可以全都右侧等它跌破黄 K 低点再卖。但这一个地方如果跌破黄 K 而不保持上涨，它往下这个上沿应该是撑不住的，因为正常刚过不久就往下探，它容易走震荡，飘带容易被跌破一次，所以目前要调它就容易破这个高点，如果要调就容易破这个飘带，寻找下方的缺口支撑。我们缺口支撑的上沿是451.2，这里可能寻找是这个支撑点的一个回踩，所以这里要么不破，破可能就要找这个支撑了。下一个会弱一点是英特尔，英特尔价格位置不低，黄 K 是在这里，它的黄 K 是前面这里没有跌破，目前一直在这里徘徊，所以如果收阴线跌破左侧这个黄 K， 那么自然而然它是一个久违的一个风险。而后它目前也跌破了一个飘带，跌破飘带第一根 K 线，而后第二根 K 线最好就要有止跌 K 线。虽然说它第一根就已经有止跌迹象了，但今天我们再看一下，看多一根往下探，这2根里面找一个偏低的低点作为支撑。首次破飘带的时候，一般多头会有救场行为，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有仿包阳线的产生，是可以再看一次，至少是震荡的低点。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英特尔一个趋势。下一只个股再看到 APP 也是一个龙门线之下徘徊震荡了很长时间在启动的，而这个个股在很早之前我们说过一个买点，就是突破飘带之后回踩的买点，这个买点算是多次引线试探产生的买点。像有时候可能不太好的，就是像这种虽然说它也向上冲击了一个飘带的转变颜色，但回调时它跌的有点力度太强，而且复杂，这种其实就要小心了，它可能就止不住了。像这种还好一点，至少它这个地方有不断的引线出现，有仿包阳，有2次回踩再次仿包的一个动作。目前来讲，它是一个突破龙门线，2根还能继续往上冲，所以这里1根2根之后还能突破。那我们一般希望强波段，它一般是不会跌破这根 K 线的，第2个 K 线的，所以在这里震荡也好，怎么样都好，只要不破这个区间，后续我们依旧可以维持看它的龙门线是有效突破，而后价格是强劲的。它这里只要不是出现明显阴线下跌，那么慢慢的飘带也会向上和龙门线重叠，那个时候就会形成较强的支撑，就类似于特斯拉那样子。我们也看到它的周线，也还是在龙门线向上的一个过程，所以它的大周期也还是看涨的。从整个格局来说，它也是一个价格结构，目前也是不断的新高，而后价格回调，低点是没有破一个之前中期一个低点，所以这里如果日线龙门线站稳，而后在周线上出现了我们所说的这个紫色飘带转变，那么后续还是有机会像微软那样子往上看到更高的高点。所以整个趋势在最近的上涨当中有所改变，最好守住龙门线，日线守住，在周线是回踩止带或者转变止带就更好。我们看到日线龙门线是539.2。下一只个股是
半导体3倍做多，半导体3倍做多，目前的黄色 K 线是在这一个5月26号的低点。之前出现的是5月11号，昨天破位之后回踩了一个飘带，价格目前又一个短波段上涨，又是一个黄 K， 所以这里做一个防守。当然这一根 K 线阴线的时候已经要减仓，因为它是个关头阴线，关头阴线产生时，我们要把短波段利润开始减，而后如果跌破黄 K 再跑，那么我们再看到底下的支撑区，我们再到时候如果真的往下调，那看一下它的反馈 193.484， 这里是作为第一个撑压区，同时也是飘带的支撑。这里有2个缺口，到时候都可以关注。那如果你要去做加仓追涨，那一般来讲就至少要过这个光头阴线的高点，而后我们再去看追涨的一个机会。当然这种就是相对偏厚的了，相对偏高的一个追涨短线的机会。我们来看到下一个是 Meta 的话，它虽然突破了这个飘带，但是我们之前讲它是不是龙门线向下，又是黄飘带，所以这种就先看到反弹。反弹的时候一般突破飘带先看两根之后，如果不出现走弱，再往下看龙门线的突破。所以像前面这里突破一根黄色飘带，突破两根之后呢，没有走弱，而是继续往上破，那就看突破龙门线1根2根走弱，再往下看调。那这里呢是不是也是往上破完1根2根它走弱了？那这种地方呢去看龙门线的一个几率就低很多。目前还是一个黄飘带，所以它是一个黄色飘带反弹结束再破位，就类似于紫飘带的回调。那么它呢就是一个下跌反弹再往下看，所以它这依旧还是一个中长线下跌、中短线下跌趋势，并没有因为这一次的急涨而改变。然后我们看到下个是 RQ2B，它的价格调整，之前的黄 K 在这里，但黄 K 之后没有破，而是继续往上走。那么这个黄 K 呢还用不用呢？正常你要再减仓的话呢，它冲高之后出现这种吊颈线，你就可以换一个方式了，用吊颈线去减仓，用吊颈线去卖也是可以的。那当下呢是跌到飘带附近，你再考虑减仓，就有可能会减到一个支撑区附近。好，在支撑区的地方，它一根阴线一半都跌进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支撑呢就不看上眼了，除非它今天直接涨上去，直接如果反包阳涨上，那肯定就是构成一个回调买点，就像之前这种上涨回调是吧，在飘带内止跌反包涨上出现了回调买点。那现在又跌回来了，这里如果不止跌，那就不要随便在这里加仓，在这个区间之内寻找止跌信号，而后再找买点。它这个下沿是 109.43。 下一个个股是台积电一根长上影线冲高回落，但整体趋势还是向上的，因为它过了这个震荡区间了。之前在这里伴随一个震荡，但飘带呢是没有跌破2根以上，而后紫色飘带维持向上，它其实也有趋势的一个回调机会，但这种就比较乱的个股，它的操作难度会大很多。所以我们今天讲就是你可以看涨，那飘带呢依旧是一个紫色的，是吧？那维持看涨，没有跌破2根，整体按回调来看也没问题。但这种你要去做新的仓位去买进的话，其实就不太好找，因为它很容易洗盘。这种回调之后，虽然也有反包买点，但它其实就不断的有清洗动作，其实会比较难受一点。但是目前依旧是紫色飘带，依旧可以看涨。但买点的话，其实目前是不好找的，这里不太适合去买了，不太作为一个买点。你用反包的话做追涨，那也只能看短期。作为波段来讲，这里不是一个太好的买点。然后我们来看到 P2TR 也算是一个类似 Meta 的一个股票的走势，但它走的比 Meta 要强，它也是中长线下跌，而后飘带向下，突破2根之后呢还往上破，但刚好也因为在龙门线附近，所以这个地方涨得过快，短期那么又碰到龙门线了，所以龙门线目前没有过。如果直接看的话，就是不要跌破这个2号 K 线的区间，往上再涨上2根，那么它的趋势会更强一些，就有机会是一个反转了。其实这里已经开始有那么一点现象，价格下跌反弹，然后一个引线无效的破底。好，那么当前呢往上走，你可以把这个区间做一个相对关键的压力区间，如果能够有效站上龙门线，后续不要跌破这个区间，然后飘带呢慢慢的往上推动，它的趋势就会由空转多。但当下呢依旧是一个龙门线的压力，所以龙门线空方目前还是比较强， 160.886。 看到周线上呢，它周线上是不是比 APP 的价格状态要差一点？因为它整体的结构是一个大的下跌结构，这个结构的颈线是被破完之后在这里发生震荡，然后它的黄 K 目前是周线上突破2根，所以周线上目前是第2根，刚好是日线的龙门线，所以如果这里周线2根就滞涨，那龙门线肯定也难以去突破有效。那么它的 P2TR 呢，在这个里反而是周线的一个高点，
所以它的结构是不如 APP 的。而我们下面再看到美光科技，美光呢是一个黄 K， 黄 K 产生过多次，当时这里是一个黄 K 没有跌破，这里也是黄 K 没有跌破，目前又来到这里，价格走势黄 K 如果出现黄 K 跌破，那么容易往下看到飘带，所以这里要小心，最新的 K 线就黄 K， 如果你之前是做了2次的回调买入，那么现在就要设好防守位了，跌破就是风险了。现在这个股是美光，现在这个股我们来看到亚马逊。亚马逊它是一个回调之后没有新高，所以它是下跌破飘带2根之内，走了一个反包的短线机会。但这个机会呢，它并没有去新高，所以趋势在这里就变得有些偏弱，所以短线的波段就容易转黄飘带，以及它的这波调整就容易复杂，而后可能对应的就是这一波上涨后的一个调整，时间空间就会比短波段呢要大一些。价格目前是个黄 K 跌破了，并且飘带也跌破了，所以这里呢已经是构成把之前你买入的至少怎么样盈亏平衡也得走，是吧？要小心它这里发生是更长时间的一个下跌。那么飘带也开始转窄，很大概率要转为黄色，它也是个下跳缺口，下跳缺口破飘带大概率是破有效，而后关注一下这个低点，是吧？这个低点如果继续破就更加明确了，因为它是破了2根之后的这个低点。这里如果破飘带，基本上就是大概率就是转为一个压力，后续任何的一个上涨就容易走一个短波段的下跌。而后来看到 AOI， 它呢是有买入信号的，之前这里呢出现了一个买点，但这个买点之后其实是打了止损，打了止损之后这里是1根2根破位无效，所以这个地方的反包可以作为一个买入信号。但还是那一句话，就是它的短波段是走了很长时间，每次回调买入之后，一旦超过2次以上再买的话，你的仓位整体就以短线为主，然后大概率而后空间呢就不要看得太远，就是黄带转为紫带之后第1次买点我们会比较关注，第2次买点也还可以，但如果在第3次，特别是你出现打过止损之后，它的上涨是不创新高的，这个时候你再去买呢，风险性就会比之前要大很多，所以这种一般阿哲就比较少去看了。但是它这里是有止跌的一个买点，像 LIT 也是一样的，也同样的，它也是短波段走了很久，但是它这里呢不好的一点是，它比 AOI 还差一些，是因为它这一个蓝 K 反包之后，它虽然没有打止损。因为蓝 K 反包之后，我们可以以左低这个地方的分型作为止损，它没有打止损又止跌，就是你这一笔还能够持有，但是它已经转为黄 K， 它已经转为这个黄色飘带，所以这个黄飘带呢有一点压力，所以最好不要打之前的止损，然后之前这一笔呢还能拿着，但我们希望它能够快速的站上这个飘带而不要呢持续的转为黄飘带，而价格保持在这之下，那样的话趋势就会走坏，就不好看了。所以它从这个飘带的角度是比 AOI 还要差一些，但它的买点是还没有打止损的。现在这个股我们来看到 SOFI 这个个股它是往上走了2根突破，然后在这里呢还没有过2号 K 线的高点，以及它也没有过左高，所以它是一个整体低点降低之后，它的压力在这附近，急涨归急涨，2号 K 线还没过，它的下方飘带是转为紫带。所以这里呢，后续有机会回踩的话，可以看是否有支撑买点。但当下的结构就还是龙门线向下，然后整体是一个空方占优的一个市场，就最多是短线看多，但是更大级别的话还是空方占优。周线来看，它是还不如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 PLTR 和 APP 等一种个股，所以它的空方呢目前还很强，多方表现日线感觉还可以，但是整体是一般的，还没有完全碰到龙门线。往上的话呢，左边这里是一个压力，因为它的低点还在降低。那么空方来讲，它至少要有一次这种行为破左高，而后再往后去看，它才容易是一个周线相对中期的趋势改变。而现在其实是没有的，它只是一个短线的震荡，只是相对宽幅而已。所以如果您想要看长时间这里的大底的话，其实这里相对早了一点，它目前还是一个单边下跌之后一个底位宽幅震荡。但说是低位呢，也不一定，因为它这个结构还没有打破，还是一个下跌的结构。那么以上是6月2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